大家好，我们今天要来谈谈学珠宝设计是不是要先学珠宝鉴定跟珠宝制作呢？ Are you ready? Let's get started. 学生最常问我的一个问题就是，我想学珠宝设计，那我是不是要先去学鉴定，或者是学如何做精工，我才能学珠宝设计呢？答案是不一定，因为珠宝设计、珠宝鉴定跟精工这三个是三个不同的领域。也就是说，当一个珠宝设计师在接到案子的时候，如果是一个小案子的话，宝石已经被设定了，也就是说你要镶的就是这一颗石头，你要镶的就是这一类型的宝石。那所以珠宝设计师要考虑什么呢？所谓的设计过程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流程， problem solving 在英文里面是这样子讲，但是它并不是所谓真正的问题，而是它是有不同的限制跟目标必须要去达成。举个例子来讲，如果你今天是一个珠宝设计师，你的老板走进办公室跟你说，我们今天开始要设计明年2020年冬季的商品，距离现在大概还有1年的时间。那所以呢，我们必须要设计的主题要符合我们公司的品牌形象。假设你们公司的品牌形象是非常柔美的、非常女性的，但是带有丰富色彩的，但又非常简约的一个设计。那这些就是你的设计的目标，你必须要达成公司给的这个形象。同时，你也要必须去做研究调查，去看现在甚至未来在2020年会流行的颜色是什么，会流行的造型是什么。那在把这些东西都当成是设计目标之后，你所设计出来的珠宝必须要达成共同的这些目标。所以当你在考虑石头的时候，也就是你在考虑宝石的时候，你并不会去考虑这个宝石的内含物或者是它的等级要多少，因为老板同时会跟你讲说，我们这一款设计，我们的价格是定在美金50、100或120、200。这个时候，如果你想要用很高级的宝石，你可能就没有办法符合这个预算。所以，如果你是在大公司工作，你会有所谓的 sourcing 的人，那这些人他们工作就是找可以符合预算的石头跟金属来构成最后的总产品。那珠宝设计师要考虑的是什么？就是石头的形状、颜色、大小，跟整个排列组合有没有达到我们刚刚要达成的那些条件。所以学鉴定对珠宝设计这个工作有没有帮助？答案是有的，可是它是不是一定必要的一个技巧？它是不一定的，毕竟它是不同的学科。当然，如果你是珠宝店的老板，或者是你要设计一款你必须要投入很多金钱的特制珠宝，如果你有鉴定上面，在你自己采买石头的时候，你就不会买错或者是被人家骗。这个时候你的鉴定知识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设计师通常不会做到采买的这件事情。接下来我们来谈一下制作，学会精工制作是不是对珠宝设计有帮助？答案是是的。但是你是不是要变成一个很厉害，在精工上面、手工上面非常强的人才能做珠宝设计师？答案不一定。举例来说，如果你从来没有镶嵌过一颗宝石，你对于宝石是怎么样被镶嵌在珠宝上面的概念不是很强，那你在做出来的 3D 建模或者是你画出来的设计图可能会不对，因为你不了解宝石最后是怎么被镶上去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学工业设计的人，纵使他知道怎么使用 Rhino 或是知道怎么建 3D， 他们建出来的珠宝其实是不适用于量产。所以我会建议任何想学珠宝设计的人，你去上1-2堂课，至少你经验过一次，或者是说你对于镶嵌的概念是了解的，你再去做 3D 建模，你的模型会比较 make sense。 但是如果你没有学过手工，但是你了解镶嵌的基本道理，你在设计的时候可以运用这些基本知识进去，那你还是可以做珠宝设计。反过来问，我如果想当珠宝设计师，什么样的基本条件是需要的？第一，非常重要，解决事情的能力，也就是逻辑思考，可以把很多事情归纳分析之后，做一个逻辑性的判断，用这样子的判断来做设计。第二个 sketch， 也就是说绘图的能力。
我们今天在讲绘图，不是说你要画那种非常漂亮的水彩或广告颜料那一种传统型的绘画，而是所谓的 communication sketch， 就是你可以沟通的 sketch。这样子的绘图能力主要是用来做沟通的，并不是传统的那一种需要画到非常精致的型。再来非常重要，现在年轻人一定要学就是 3D 建模，因为现在的 3D 列印越来越普遍。在美国，你几乎很难找到手工雕刻的，大部分的人都已经移向 3D 建模。那在亚洲也会慢慢的兴盛，等 3D 列印的机器已经普遍到家家户户都可以买的时候，就不会有人再用手工雕刻了。手工雕刻有一个非常好的好处，就是它会留下手工的痕迹。但是由于科技现在越来越进步，你也可以用 digital 方式留下手工的痕迹。所以想成为珠宝设计的人， 3D 建模是非常重要的。除了这2项技术以外，对于所有的事情保持一种客观的态度。很多设计师常常会把自己的意见加注在设计里面，强迫你的客户要接受这样子的意见。比如说你特别喜欢什么颜色，比如说你特别喜欢什么造型。但是客观的去了解到你的客户最想要的是什么，是替他们做设计，而不是做你要的设计强迫别人来接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质。所以保有以上所述的这几项特质是做珠宝设计师最基本的条件。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请按赞分享。如果你有对珠宝设计有其他的问题，你也可以在下面留言。那就这样子咯，我们下次见。